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个惊人的秘密，这个秘密可能会让你感到不适，甚至愤怒。但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秘密，你可能会永远被困在贫穷的泥潭中，无法翻身。想象一下，在我们这个繁荣的世界，有着资源最充沛的都市，车水马龙的街景。但仔细观察，你会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是摩天大楼和繁华的商业区，另一边则是挤满了为了生计挣扎的人们。这是一个极端对比的世界，一个贫富差距极为明显的世界。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新鲜的？贫富差距一直存在呀。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差距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而且更可怕的是，大多数人都被困在了这个差距的底层，无法突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对于多数人来说，贫富差距与财富分配状况总是困在贫穷和中产阶层之间，难以突破现状？今天我们将揭开这个谜团的真相。第一个惊人真相：阶级复制的陷阱。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大多数人都会出生在普通的工薪家庭中。这种背景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是相似的。我们的父母可能忙于工作，但能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确保基本的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听起来不错，对吧？但是这里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陷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周围往往有着相似经济状况的人，这样的社交圈很容易形成一种同温层，大家都拥有相似的价值观和性格特征，这就是所谓的阶级复制。许多人将这个现象称为命运，因为子女往往会不自觉地继承父母与同阶层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这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循环。想象一下，如果你从小就被灌输安稳工作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冒险，做个普通人就好这样的观念，你觉得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敢于冒险、追求卓越的人吗？更可怕的是，当你试图打破这种传统价值观和期望时，你往往会在社交圈中遭遇排斥和压力，包含来自同龄人和家庭的压力，使得突破变得更加困难。好比说，当你在谈论梦想的时候，比如说你喜欢音乐，或是喜欢绘画，或是对某些特定领域活动感兴趣时，你将会大概率地在你同温层中处处受到打击。你可能会在你的社交环境中遭遇到怀疑和嘲笑的反馈，这些反应通常出于无知或是对未来探索的恐惧。例如，你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评论：这些才艺能当饭吃吗？或者当你想要创业的时候，可能会被告知创业太危险了。当你想要尝试投资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别碰投资，那可能会让你一贫如洗。而你最亲密的家人可能会建议你选择一个更为安全的道路，好比说好好读书，努力找个稳定的工作，最好是公务员，安安稳稳的工作到退休。这些建议看似出于好意，但实际上却限制了你的潜力，让你永远无法突破阶级的天花板。第二个惊人真相：教育陷阱。你可能会说，但是我们现在有教育啊，只要好好学习，不就能改变命运吗？让我告诉你，这是另一个巨大的陷阱。在学生时期，我们就处在一个影响更大的环境之中。家庭的压力和学校的教育制度，比如奖罚制度、竞争排名和补教文化，这些都在影响着你成为一个优秀、听话的打工者。这些既定的道路与标准限制了我们对自己真正兴趣的探索。但是请记住，学校成绩与学习科目并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
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真正重要的是发现和追求自己的兴趣和天赋。但是现行的教育体系却很少给予学生这样的机会和指导。更可怕的是，这种教育体系正在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打工者，而不是创新者和领导者。他教会你如何遵守规则，如何完成任务，但却没有教会你如何思考，如何创新，如何领导。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许多高学历的人依然无法摆脱贫穷，因为他们只是被培养成了更优秀的螺丝钉，而不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工程师。第三个惊人真相：工作陷阱。当你毕业后步入职场，你可能会觉得终于可以赚钱了，我的生活会变好的。但是让我告诉你，这可能是最可怕的陷阱。每天的压力可能会让你寻找各种放松的方式。放松是好事，但是过度的放松，它同时对生活也是一种放弃。放松它不应该占据下班的所有时间。如果无止境的追求放松也是对生活一种迁就的态度，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循环：工作放松，工作放松。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你的生活没有任何进步，你的财富状况也没有任何改善。更可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你的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你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而你却没有任何办法。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许多人工作10年、20年，却依然无法摆脱贫穷，因为他们陷入了这个可怕的循环，无法自拔。第四个惊人真相：消费陷阱。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被各种广告轰炸。他们告诉我们，只要买了这个产品，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好。但是让我告诉你，这是另一个巨大的陷阱。许多人在踏入职场后，第一件事就是买车。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是男性，拥有一辆汽车似乎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然而，一辆车的价格可能高达70至100万。如果这辆车对你的工作、生活没有实质的帮助，你就应该谨慎地考虑。因为汽车往往被视为一种负资产，它的价值会随着时间而贬值。对于正处在职业起步阶段的年轻人来说，这笔钱用于创业或者是投资更为重要。因为你在20到30岁的期间所累积的第一桶金，将会超越你在35岁到40岁拿到的更有价值。更早的发展，在时间与机会上更有优势，容错率会更高。所以千万别轻易拿第一桶金开玩笑。除此之外，结婚的费用和购房也是人生中一定会遇到的财务抉择。多数人在结婚仪式上有着不切实际的想象，这会让你不知不觉地扩大费用。而一个精心规划的婚礼，不仅可以节省开支，还能让你额外赚取多余的金钱。至于购房，我们都知道，购买自住房产通常会带来财富的负担，而出租房则可以视为一种资产。如果你计划购买自住房，最重要是要根据自己的还款能力做出选择，而不是盲目追求最奢华的选择，并且承受负担过高的房贷。这些都是商人为穷人包装的奢华想象，切勿盲目的追求，否则你将停留在工薪阶层，难以翻身。那么，面对这些可怕的陷阱，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就注定要一辈子穷下去了？当然不是。接下来，我将为你揭示几个关键的突破口。1. 打破同温层。第一个建议，丢弃你的尊严，勇敢追逐你的梦想。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就必须注定在众人的怀疑面前成长。特别是你出生在普通家庭的生活圈中，
你周围的普通人是无法接受冒险、闯荡的概念，这概念必定会发生排斥的现象。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我们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如果你无法习惯在众人怀疑你的环境下勇敢追梦，那么你将无法改写自己的命运，也注定随波逐流，变成一个接受命运的人。当你碰到真正热爱的事物时，应该坚定不移，也不应该有人可以阻挡得了你。因为那追求梦想的热爱，是你为生命递予价值力量的展现。2. 认识自我。第二个建议，学会认识自我，并积极探索你所爱的事物。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人格特质和专长，发现并利用这些特点非常的重要。虽然一开始的探索过程可能会非常困难，你可能会尝试非常多的领域，20次到30次，这都不一定。探索的过程你会非常的不习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被动地接受外界的反馈与安排，而很少主动去探索。但是只要你始终保持对内心感受的觉知，并愿意尝试，你终究会找到自己的路。3. 拒绝迁就。第三个建议，别轻易地将自己与迁就画上等号。人生什么都迁就是非常可怕的。你想想看，你出生在普通家庭，你只好迁就于命运。你迁就于父母的建议，放弃自己的热爱，并且听从建议努力地读书，尽管你不喜欢。但对于未来你也没有明确的想法，只能迁就于他人的要求。你对自己没有信心，你对自己没有自信，你必须迁就于身边的亲朋好友的认可。久而久之，迁就的态度会将你变成一个看似独特，但又与大多数人有着相同命运轨迹的人。当你步入职场，也将迁就于命运，接受最现实的安排。下班用最少的时间做最小的娱乐，梦想对你来说太遥远，选择迁就当下的娱乐是多数人的缩影。好比说，沉迷社交媒体和娱乐活动中，那些低质量的快乐只会短暂地满足你，麻痹你的智慧，并可能让你忽略真正重要的事情。如果这是你的一天，你需要特别小心，因为它可能会变成你的1年或者是一辈子。4. 有效管理资源。第4个建议，有效管理你的资源。这包含你的时间、体力和情绪状态。只有当你妥善管理好这些资源，才能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为自己创造出私人空间，从而更有效率地从事更有建设性的活动，比如说学习新技能、研究创业想法，或者是进行投资。好好的将时间花在自己身上，并且建设自己的能力，因为这些能力可能会为你的未来带来深远的影响，甚至完成阶级的跳跃。这些管理的难度将会在你踏入职场或者是成立家庭的时候显得更为棘手。你可以参考一些成功人士的方式，比如说早起，先将资源支配给自己，然后才是去为别人工作。请记得，在追求个人成长的成功路上，一定会有挑战和障碍。但是，只要你持续的探索、学习，并且坚持自己的目标，你最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5. 谨慎做出重大财务决策。最后一个建议，谨慎地思考你大笔的财富决策。在你职业生涯早期的阶段，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可以为你日后带来巨大的好处。因为多数人通常在步入职场这阶段会开始存下第一桶金，而尽量快速地存下第一桶金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桶金将更早帮助你突破自己的命运。这笔钱能帮助你开发事业，不管是创业或是投资，都能让你进入下一个阶段，为自己建设的阶段。这些建设也能尽快让你脱离为人工作的阶段。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假设你25岁开始工作，每个月能存5000元。如果你坚持5年，到30岁时，你就能攒下30万元。
这30万元可能看起来不多，但它可能是你改变命运的关键。你可以用这笔钱去学习一项新技能，比如编程或数据分析，这可能帮助你在职场上获得更高的薪水。或者你可以用这笔钱作为创业的启动资金，开始你自己的事业。甚至你可以将这笔钱投资到股市或房地产，开始你的投资生涯。但是如果你在25岁时就买了一辆20万的车，或者花30万办了一个奢华的婚礼，你就失去了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你可能需要再花5年时间才能攒到这笔钱，但那时你已经30岁了，机会成本大大增加。所以在做出任何大额财务决策时，都要仔细思考，这个决定是否真的能帮助你实现长期目标，还是只是满足了你短期的虚荣心。现在你可能会说，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啊。我理解你的感受，确实，知道和做到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成功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做到这些的，他们也曾经和你一样面临各种诱惑和压力，但是他们选择了坚持，选择了改变。让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个朋友叫大雄，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他在学校的成绩并不出色，甚至高中毕业后就辍学了。但是大雄并没有放弃，他跟着一个善于经商的亲戚学做生意。为了做生意，大雄吃了不少苦。有一回，为了搞定一个深圳的客户，他一口气干了2瓶 XO， 喝到吐血，直接被送进了医院。还有一回，大雄被一个客户坑了，不仅那批货被警察没收了，大雄还被关了一段时间。但是大雄没想过放弃，因为他知道命运留给他的翻身机会并不多。经过多年在生意场上的摸爬滚打，再加上积累了一些人脉和客户，大雄决定创业。当大雄决定创业时，他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他的亲戚觉得大雄背叛了他，就找了几个小混混到大雄的工厂闹事。面对这种情况，大雄没有退缩，他拿起一根棍子，把那些小混混打得满街跑。后来我问大雄，当时你害怕吗？大雄笑着说，哎呀，当时我都快吓尿了，不过一想到有人要动我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就只能跟他们玩命。大雄身上有2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第一个是极强的学习能力。有时候我跟他说到个新的知识点，他当时可能没听过，但是过几天再跟他聊这个知识点的时候，我发现他已经把这个知识点吃透了。这说明他不仅肯下功夫，而且学得快。第2个特点是身上没有戾气。大雄本身就是个暴脾气，再加上他是从底层一点一点爬上来的，但是现在的大雄身上却没有戾气，反倒对人情世故有着超越常人的淡然和通透。现在的大雄每年能赚上1000万，而那些和他一起辍学的朋友，大多数还在为生计奔波。大雄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你的起点如何，只要你有决心、有毅力，并且愿意学习，你就总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我知道你可能会说，大雄是个例外，我做不到像他那样。让我告诉你，大雄并不是例外。事实上，根据统计，约有 70% 的富豪都是白手起家，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出生在普通甚至贫穷的家庭。这说明着一件重要的事，无论出身如何，只要有决心和努力，改变命运是可能的。那么，你准备好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吗？如果你的答案是，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迈出了改变人生的第一步。接下来，你需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不断学习，不断实践。记住，成功不会一夜之间到来，
它需要时间，需要努力，需要坚持。但是只要你坚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终有一天你会达到你的目标。相信我，当你真正开始实践这些建议时，你会惊讶地发现，原来摆脱贫穷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困难。你已经知道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也知道了如何缩小这种差距的方法。接下来就看你自己了。你会成为下一个成功逆袭的传奇吗？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记住，改变是艰难的，但不改变的代价更加巨大。当你还在犹豫是否要改变时，那些已经行动的人可能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所以，不要再等待了，立即行动起来，开始你的逆袭之旅吧。你的未来掌握在你自己手中。让我们一起勇敢地向命运发起挑战，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故事。最后，我想再次强调，摆脱贫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挫折，可能会感到沮丧，但请不要放弃。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有一段艰辛的奋斗历程。记住，你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有无数和你一样渴望改变命运的人，他们和你一样，正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奋斗。你可以加入一些学习社群，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你会发现这条路并不那么孤单。同时，也不要忘记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保持良好的作息、适当的运动、健康的饮食，这些都是支撑你长期奋斗的基础。记住，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没有了健康，其他一切都将失去意义。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讨论的关键点：一、打破阶级复制的陷阱，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二、突破教育的局限，培养真正有价值的技能；三、避免陷入工作放松的恶性循环；四、谨慎做出重大财务决策，避免消费陷阱；五、学会认识自我，发掘自己的潜力；六、拒绝对生活妥协，勇于追求更好的未来；七、有效管理自己的时间和资源；八、持续学习和成长，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这些都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经过无数成功人士验证的真理。但是，知道这些还远远不够。知识如果不付诸实践，就只是一堆无用的信息而已。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立即行动起来。从今天开始，每天都为自己的未来投资一点时间。也许是学习一项新技能，也许是思考如何创造更多价值，也许是反思自己的财务状况。记住，细微的改变，日积月累，终将带来巨大的转变。你可能会说，这太难了，我做不到。但是，请记住，每个成功的人都曾经站在你现在的位置上。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比你更聪明或更幸运，而是因为他们选择了行动，选择了坚持。想象一下，如果从今天开始，你每天都比昨天进步1%，1年后的你会是什么样子？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更加自信、更加有能力、更加接近成功的人。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都不要看不起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改变命运的可能。你的出身不能决定你的未来，但你的选择和行动可以。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